各位观众，你们感受到了吗？市场的恐慌气氛正在蔓延开来。美股投资人经历了今年以来最惊魂未定的一天，纳斯达克指数一天之内下跌了4%，华尔街也陷入了一片混乱。那科技巨头特斯拉也惨遭抛售，股价在一天之内跌了超过15%。那相对于以前的高点，已经是腰斩。在加密货币市场同样血流成河，比特币价格闪崩，币圈也哀嚎遍野。而今年炙手可热的 AI 概念股也未能够幸免，像是 Palantir 还 APP 这一类大型的 AI 精神领袖股也纷纷跳水暴跌，并且恐惧与贪婪指数也飙升到了2022年以来最高的水准，仿佛又回到了上一波市场巨震的时刻。种种的迹象都好像是在敲响警钟。那到底美国股市2025年是不是要踏入一个熊市呢？今天这一支影片，我们将会从技术分析，同时再结合基本分析的角度出发，抽丝剥茧，带大家去深入探讨这个所有投资人最关心的问题，所以大家记得看到最后哦。那我们先冷静下来，先分析一下最近美股暴跌的3个原因，看一下是哪些导火线引爆了这一场的恐慌。那首先浮上台面的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滞胀阴影。那在2024年，原本大家以为通胀的压力可以获得控制，经济有希望软着陆，但是最近出炉的经济数据却释出了令人不安的信号，通货膨胀有机会会卷土而来，而经济成长却明显放缓。那高通膨再加上经济倒退，这正就是1970年代让政府制定着头痛不已的滞胀组合。那在上个星期呢，联准会的一位官员还公开警告这种情景有可能出现，并且强调现在的物价和成长走势有可能让决策者进退两难。那试想一下，物价重新飞涨，但是经济却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如果联准会为了刺激经济而降息，那通膨可能会捆绑失控；但是如果不降息的话，经济有可能会进一步衰退。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正是现在投资者最担心的噩梦。而滞胀的忧虑在一起，也是让现在的市场参与者纷纷开始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毕竟出现了滞胀的1970年代，美股可是经历了相当惨痛的下跌，而现在滞胀的风险重现，也让市场如履薄冰。那接下来在政治面的变数也在雪上加霜。2025年，美国政坛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新政府上任之后，动作频频，其中最令市场神经紧绷的，莫过于再次挥舞了关税的大棒。而特朗普政府也针对多个主要贸易伙伴制出了高额的关税，这也让全球的商业链紧张不安。那好像新一轮的贸易战又要一触即发了。那这也让人想起2018年到2019年的惨痛记忆。当时候，美国和中国互相加关税，也引发了供应链的混乱，企业的信心也有所下降，这也差一点把美国的经济拖入衰退。所以现在有很多投资者开始讨论所谓的 Trumpsection 川普衰退的风险，他们在担心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政府朝令夕改的作风会动摇经济的基石。那更加让人心惊胆战的是，特朗普本人在受到采访的时候，被问到是不是会预期今年的经济会出现衰退的时候，他居然也不敢打包票否认，只是含糊的说现在的经济只是处在一个过渡期。那他的这一番话也是无疑加深了市场的疑虑。事实上，就连华尔街顶尖的机构也开始调高了经济衰退的几率。那高盛最高的报告就是说，未来12个月美国衰退的可能性从15%上调到了20%，理由就是来自于政策的变动所带来的下行风险。那当政治的风险升高，投资人往往就是先倾向于撤退观望，导致资金从股市当中流出来，加剧了最近的抛售压力。那最后不可忽视的是投资者的情绪和市场流动性的巨变。你还记不记得在前一段时间市场一片乐观的时候的景象吗？当时候很多散户高喊着逢低买进，错过了这波可能还要再等10年了。当时候整个市场是充斥着FOMO的情绪，风险的资产呢价格也是屡创新高。然而行情就像钟摆一样，一旦摆荡过头就会反向而行。那分析完当前的情况之后，我们先将镜头拉远，来先看一下历史上面类似于市场周期转折的时机，美股到底经历了什么？那透过几个经典的案例，我们或许能够找到对应当下的一些启示。那我们先说一下2015年，那一年美联储结束了前所谓的量化宽松，也就是 QE 的政策，准备踏上深陷紧缩之路。那资金的环境的拐点就出现了。那结果呢，美股就进入到了一段震荡期。2015年开始，因为受到了中国政府放缓和美元走强等等的因素
影响，再加上石油期货价格暴跌，美股也逐渐的走弱。那到了2015年的8月份，市场的恐慌情绪也到达了高点。8月24号那一天，中国的股市暴跌了8%，这也引起了全球的连锁反应。那美国的 Dow Jones 在开盘的时候就暴跌了1000点，而标普500在那个星期一度从高点以来下跌了超过10%，全球的市场也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蒸发了数兆美元的市值。而这一波抛售潮一路延续到2016年初，而期间标普500的最大跌幅接近于15%。那虽然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到技术性的熊市20%的门槛，但也是让投资者饱受了恐慌的滋味。直到联准会放缓了紧缩的步调，中国推出了刺激政策之后，市场才逐渐的回稳。那2015年到2016年的经历，让我们看到的总结是，当宽松的货币政策转为紧缩的时候，市场往往也会不幸的闹脾气，所以阵痛也是在所难免。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2018年，美联储为了防范经济过热，连续多次升息，同时间也启动了缩表，流动性迅速的收紧，市场在10月份也开始感受到了压力，波动率也攀升，抛售逐渐的增加。而到了12月圣诞节的前期，美股终于是撑不住连番的利空，而标普500在3个月之内从高点大跌将近20%。那虽然没有达到技术性熊市的门槛，但是不少的投资者也几乎熊市是不是要到来了呢？所幸的是，联准会迅速意识到市场的反应过度，在12月的会议上面，他的表态转趋温和，也暗示减缓紧缩的步调，这才稳住了投资者的信心。而随后，美股在2019年初有一个强烈的反弹，这一次的准熊市才有惊无险的撑过去了。但是2018年的经验再次证明了，当利率快速上升、流动性骤减的时候，哪怕是经济基本面尚可，市场也有可能会出现近乎于熊市级别的调整。而对照今天高通膨迫使的利率居高不下，这份的压力也有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以上的这些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每当市场处于一个周期转折点，无论是从宽松到紧缩，又或者是基本面由兴转衰，中期调整往往是伴随而至，甚至是进入到一个熊市。那我们事后回看，其实种种的警示信号已经早已出现，只是很多人当下沉醉于先前的繁荣，而忽视了风向的转变。现在2025年的美股是不是在重演历史呢？那至少从宏观的环境和市场的反应来看，确实有不少的相似之处。那我们了解了基本面和历史的背景之后，我们又再一次回到了技术分析的领域，来看一下当前市场的结构是不是已经转熊，而且在投资策略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应用。那从技术面客观的指标来看，大盘趋势转弱的迹象也越来越明显。首先，各大指数近期也纷纷跌破了重要的长期均线的支持。那以标普500为例子，这个指数已经是失守了关键的200天移动平均线，而且这条移动平均线趋势也开始走平了，也就意味着长达1年的上升趋势有可能告一段落。那如果接下来50天线跌破了200天线，形成了我们经常说的死亡交叉的话，那将会是技术派认定空头市场的一个强烈的确信信号。那除了移动平均线之外，在趋势的结构上面也出现了明显的跌破了上升的轨道，转为一连串的下降高点与低点的走势。那我们再用股市的4个阶段来判断现在的美股。Stage 2是一个长期上涨的阶段， Stage 3是一个高位盘整期，而 Stage 4就是一个长期下跌的阶段。那如果我们套用这个理论的话，目前的美股已经不在 Stage 2，而且很有可能是正在处于 Stage 3，甚至是有可能向着 Stage 4演进的关键转折点。那大家回想一下，今年年初市场一度在高位来回的拉锯，这或许就是 Stage 3的征兆。而最近的这一波猛烈下跌，有可能是 Stage 4熊市启动的开头。通常 Stage 4的初期也是出现了卖方的明显主导，市场也会出现一个深度的下跌，投资者的信心也开始出现了幻灭和动摇。那顺带一提，如果你对于股市的4个阶段不太了解的话，我在我的课程当中有详细的讲解，你可以在下面的知识栏了解更多。那最近呢，我们也看到了2个因素，包括放量的暴跌和市场的信心转弱，都跟典型的熊市初期特征有所吻合。那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况的变化，更是值得让人反省。那在过去几个月，我也一直听到有人说指数还在高档，不要害怕，但其实指数的虚胖往往也是内部结构的疲弱。那事实上，早在大盘见顶之前，就有越来越多的个股悄悄的进入到自己的小熊市当中。那我们以标普500作为一个例子，去年12月标普500还在高位的时候，大约有70%的股票在
在200天线和50天线以上。但是在2月份大跌之前，指数还在同样的高度。我们来看一下市宽的话，市宽的比例已经是下降到了60%，而现在仅剩大约40%。也就是说，最近将近一半的成分股已经是跌破了各自的移动平均线的支持。而在大跌之前，虽然指数表面上还是能够维持在高位，但事实上只有超少数的超大型权值股还在苦苦的撑盘。而如果连这些少数的明星股也最终扛不住大跌的话，大盘就会失去最后的支撑，空头的力量就会全面的接管市场。那目前看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市宽迅速的恶化，也正是熊市来临之前其中一个重要的警讯之一。那除了大盘的指数，我们也要观察其他资产和关键个股的技术走势，因为它们往往就是市场多空强弱的重要风向指标之一。去年涨了几倍的 Reddit 最近下跌了51%，核能概念股 OKO 下跌了60%，而去年的 AI 领袖股 Palantir 和 APP 分别下跌了40%和54%。那很不幸的是，最近这些领头羊们的走势也在齐唱空头进行曲。曾经叱咤风云的 Tesla 最近的股价走势令人心惊胆战。之前长期在高位盘整，经历了 Stage 3之后，股价终于撑不住了，在利空的消息压力之下突然崩跌。光是在一个交易日之内 ，Tesla 就下跌了超过15%，而技术形态上也是跌破了多条重要的平均线和关键的支持位。目前股价已经从高位下跌了超过一半，日线和周线级别也是呈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也意味着市场对于特斯拉的情绪从极度的乐观转到了极度的悲观，卖压如同潮水般涌现，但是卖家却步观望。连 Tesla 这样的人气股都如此的走弱，也无疑是验证了市场整体转熊的迹象。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视为风险资产的比特币。那一般来说呢，比特币在市场好的时候表现相对比较强劲，而一旦投资者倾向于保守的话，比特币也是往往首当其冲遭为抛售。而最近比特币价格暴跌也验证了这一点。比特币最近不仅仅是跌破了重要的支持位，甚至还跌破了9万的大关。那从技术图表上来看的话，比特币已经跌穿了中期上涨的趋势线，甚至是跌破了200天线，整体的结构也是转弱。那加密货币的市场热度也是迅速的降温，交易量萎缩，投资者的信心也是受到了重挫。那比特币的重挫也就代表着市场当中的投资资金也在快速的撤离高风险的资产，那这跟股市的避险情绪是一致的。那综合以上几点，大盘和个股的技术指标都在向我们挥手，小心熊市可能真的要来了。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客观的判断市场是不是正式的进入熊市呢？那有以下2点可以去参考。那传统定义上就是主要的指数从近期的高点下跌了超过20%，那这通常就会视为是熊市的门槛。而如果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当中，标普500或者是纳斯达克的跌幅扩大，甚至是触发了这个临界点的话，从定义上可以宣布进入到了一个熊市。那第2点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趋势的结构，也就是下降的趋势是不是成型，200天线是不是有趋平甚至是向下的一个趋势。那如果指数的长期移动平均线全部向下的话，而且反弹的高点不再创新高，而是一浪低于一浪不断下移，那这也代表着空头的趋势已经是占了主导，就算是没有满20%的跌幅，也可以视为是熊市的行情。那到底未来是一个中期调整还是一个熊市的开始呢？对于我们投资人而言，其实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认清趋势，调整策略，并且做好风险管理。在熊市当中盲目的去逢低接刀是一件非常危险的行为，取而代之的我们应该是保留现金，防守为上。那同时也要开始留意哪一些股票在大势不佳的时候相对抗跌，往往这些股票就是下一轮行情的潜力领头羊。那无论市场处于牛市还是熊市，我们都可以通过学习更好的掌握主动权。熊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准备和策略。希望今天的分析让你对当前市况有更清晰的了解，也提醒你在风险来临之前，记得要做好功课，调整你的仓位。记得经历风雨才能看见彩虹，熊市过后往往孕育着下一次机会。那为了帮助大家在这波震荡当中站稳脚步，我也精心准备了一份投资神器，也要介绍给各位。这就是我和 Simony 合作推出的 Ridge 致富选股 APP。这款 APP 汇集了强大的大数据选股功能和及时的市场资讯，可以帮助你过滤市场的杂讯，快速锁定真正的强势股。而且现在的市场环境并不理想，与其贸然的进场，不如先利用致富选股 APP 学习如何判断市场的状况，设定停损，并且等待真正适合的交易时机。那现在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频道的粉丝，我们推出了限时优惠，现在只要填写 Ridge 致富选股 APP 的使用问卷，就能免费获得价值$58的独家课程1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千万不要错过哦。那此外，如果你之后选择订阅我们的年付方案，还能参加我们的抽奖活动，有机会可以抽到1股 NVIDIA 哦。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按赞这个影片，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以后每一次重要的更新。也欢迎你把影片分享给身边关心市场的朋友们，让他们也能够提前做好准备，一起度过这一次的市场考验。你的支持就是我们持续制作优质内容的强大动力。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也祝大家2025年投资顺利。